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 EPIC 贵然。我们本期视频呢，来和大家聊这台 nova 14 Pro，也是大家一直在问啊，就是这个14系列呢，可能是继 nova 6之后最具性价比的这个nova 手机了。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3000多块的华为这个14 Pro 能够带给你怎样的一个体验。然后部分场景呢，可能就会拿这个 Mate 60 Pro 来对比啊，来看一下你同样3000预算，你买它或者买它的优势究竟在哪些地方啊？这些都会和大家详细的说。然后我们本期视频呢，就着重对这个14 Pro 的体验进行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 nova 14 Pro 它的一个外观了。其实14 Pro 啊，上手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塑料中框存在感真的太强了，第一个就开喷了。就是作为一个3000块的手机啊，你还在用这个塑料中框，隔壁红米1000多都已经给你上金属中框加玻璃后盖了，你这3000块还搞个塑料中框，这个真的是特别掉价。你摸上去，虽然它做了这种亮面的处理啊，但是一上手就知道这个材质它肯定就不是金属的，而且它这个塑料中框，你稍微一摸它的这个指纹粘指纹肯定是比金属中框来的更加严重的，就一直都是这样脏脏的感觉，真的是，哎呀，只有华为敢做出这种事情了，真的。然后呢，个好处啊，就是它确实是减少了一定的这个重量。然后14 Pro 呢，它的手感可以说是算比较好的那一类，因为它并没有采用那个直角中框啊，它是一个圆弧形的这个过渡，对于你的手感的提升还是挺多的。而且它的这个宽度呢，也不像 Mate 系列啊，就来的那么恐怖啊。你看这很直观的，你这样看起来都会觉得这个手机它没有那么撑手。而且这次它的这个电源键啊，真的就是后面的 Mate 70系列的那个手机，包括像 Mate 60其实都有一点这种趋势了，就是它的这个音量键是比较靠上的， Mate 70可能还要更靠上一点。这个手小的人拿起来，然后你再去够这个短焦，真的是灾难级别的这个解锁体验啊。然后这个 nova 系列呢，它这个音量键和电源键的位置就比较的合适，就刚好你这样一接触到它这个侧面指纹啊，这个解锁体验还是会稍好一些，握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然后这个 nova 系列啊，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我之前那期12 Pro 的那个视频吧。它这一次这个摄像头带口终于不像之前做的那么离谱了，至少是主弹广都有了，对吧？而且还加了红枫，这个后面拍照也会说啊，就是它的整体的设计语言还是挺好看的。这华为的设计还是拿捏的挺到位的，除了这个塑料中框该挨喷之外，其他的我觉得都挺舒适的，它的这个握持体验。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来和大家聊它的系统体验吧，可能大家也比较对这方面感兴趣啊。它的这个麒麟8020，然后配合上不断改进的这个工艺啊，它到底做到了怎样的一个流畅度啊？首先就开屏，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动画不是满血版的，即使全部都是鸿蒙5.1的这个系统，我的这个 Mate 60 Pro 也是鸿蒙5.1啊，两个都是鸿蒙5.1。然后大家看一下，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就是它的这个后台，然后以及打开的这个动画，它是没有那个模糊的。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是 nova 的，然后这个是 Mate 的，看见没有？它就没有后台的那个开启以及关闭的那个动画。你看，它相当于就少了一个这个模糊啊，这个是动画它阉割了一部分，然后其他的呢都是完全和这个正统的9系处理器是没啥区别的，什么灵动岛然后这个状态栏的高斯模糊啊，你看这些都是有的。我就是它的这个桌面动画是阉割过的，就是它背景是没有了那个实时模糊的然后这个阉割确实比较难受，看起来确实是少，这个9系处理器的手机呢是少一点流畅的这个味道，然后其他呢都是没有做这个进行阉割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它这次的流畅度可以说比我之前2年前测的那个 nova 12 Pro 是有了质的提升啊，特别是升级这个鸿蒙5.1之后，动画进一步完善，我觉得流畅的已经不像是一个处理器落后的这个手机了，这个华为的优化还是挺到位的。而且它的整体的发热，我觉得是比这个 Mate 60做的要更好的，就同样使用强度下，它会比60凉快很多很多啊。而且整体它的续航呢也是比较稳的。我这里呢就给大家挂一个截图吧，就是基本上稳定啊，就是它稳定6小时是没问题，总算是到了主流的这么一点点边但是和你这个价位段3000能买到的其他手机，它的这个续航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差距啊。6小时肯定是比这个 Mate 60 Pro 要更长，但是相对于其他这个价位段的手机还是有差距啊，有1到2个小时的差距，对吧？
但是这个发热表现呢，确实控制的挺好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它阉割动画有关，这个我也说不清楚。然后对于系统适配这方面呢，都是老生常谈了，我这里呢就比较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目前比较完善的呢，就是微信啊，至少你正常用，然后指纹支付啊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比较瘸腿的呢，就是 QQ， 而且我常用的酷安它也是比较瘸腿的。然后包括像 B 站，B 站是特别用起来不爽的，就是很多时候我在这里我要跳转一个链接，然后我让它跳过去，它就显示鸿蒙端暂时不支持该功能，你看，它就显示不支持该页面。然后包括像 QQ 我同学发给我的链接呀，然后还有那种下载的网址啊，它也是全部都不支持在里面打开，所以它这个鸿蒙真的是还得让它适配一下。不过好的呢，就是它也在慢慢完善嘛。前不久上线了那个什么金铲铲呀，对吧？那个体验服，它都在慢慢的完善。这个真的就只有慢慢等了，没有其他别的办法。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比之前有升级的呢，就是它目前卓一通的软件是可以移出来了，而且它不像之前就是会给你锁全局60赫兹，它目前是会给你锁全局90赫兹至少比60赫兹来说呢是没有那么割裂了，但是肯定是不如原生鸿蒙120的这个来的这么流畅的。然后它系统 bug 呢，我也发了上期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确实是比较离谱的一个 bug。然后刚刚也说了，它的续航我这里呢就顺便再提一嘴，就是它这次送的这个充电器呢，不再是华为就是平常的那种A2C 的那个数据线以及充电器，它是变成这种算冰糖状嘛，就是这种缩小版的100瓦，然后它变成了一个 C2C 的数据线这个真的是得给好评可能今年华为从 P80 开始吧，可能都会普及这种充电器，这个真的是日用的易用性还有或者说你出门少带一个充电器这个真的是很棒。而且它的协议兼容就是我自己拿我的红米 K60， 它是可以融合一个应该是27瓦还是30瓦的一个快充这个兼容性还是做的挺不错的这点确实是得给好评这个就插一嘴我们再说回这个 nova 系列。然后个人比较不爽的就是这个 nova 系列它目前独占的几个主题，就是这些看什么焦虑然后这些还有包括像小动物的这个主题这个是正统的 Mate 以及 P 系列都是没有的。然后比如说我想把我目前鸿蒙 5.1 推过来的这个主题我要分享给他，然后他目前也是 nova 系列是不支持大家看一下，你看目前就分享不过去这个只有 P 系列和 Mate 系列才能用吗？这个主题也要等级森严吗？难道？然后目前他独占的这几个主题，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可惜就是分享不过去这个确实比较遗憾。这个小提一嘴然后接着呢，就我觉得 nova 14 Pro 呢，它相对于因为我上一代只用过这个12 Pro， 13 Pro 我不知道，就是它是这些所有的智能辅助，也不能说叫智能辅助吧，就是它所有的这些隔空手势它是回归了，因为上代那个 nova 12 Pro 吧，它应该是麒麟8线的那个处理器，它只有那个 Ultra 它才是支持这些隔空截屏然后隔空滑动这些功能，然后这个14 Pro 呢，它已经是全部支持这些功能了。这个相对于我用的那个12 Pro 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不小的升级所以它这个麒麟芯片也在不断的完善，对吧？然后接下来呢，说完了它的这个杂七杂八的这些体验最爱喷的呢，我觉得还是它这个硬件首当其冲，第一个就是它这个马达。真的是我近年来可以说是我近1年来用过的手机当中，所有手机当中最垃圾的一个马达，没有之一。我甚至都想把它关掉了。它官方搜出来说是 X 轴，但是我觉得它调的像一个转子一样哎呀，这个不好给大家感受。反正就是这个马达真的是特别落后，我不知道它是0809还是什么东西，反正调的就跟一个转子一样，我是不能接受的，真的就是最垃圾的马达，没有之一。然后像它的扬声器呢，我就给大家感受一下吧。然后也是对比一下这个 Mate 60 Pro。然后大家现在听一下 Mate 60 Pro， 同样的都开一半的这个音量。
这里呢就是它这个扬声器啊，其实上面是有开孔的，然后60 Pro 这边呢是没有开孔的，但是它的声场是没有60 Pro 这边宽广的，听起来就是比较单薄。但是一想到，这个扬声器确实啊，就和主流的这些 Mate 啊，或者说 P 系列还是有差距，这个也算是一种变相的这个阉割了，对吧？然后呢，如果你2台都是这个5.1的手机啊，它就会有一个应用接续的功能。我这里呢就给大家感受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边放歌，你看这里就出来了，对吧？然后这里点。对吧？这个小功能啊，它是发现了还是挺那个的。然后它也是支持就手势的那个隔空传送，我也就不再赘述。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系统体验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第3个方面来和大家聊它的这个影像。它这次呢是我觉得最大的升级就是华为把它的这个红枫给下放了但是就是 nova 系列啊，虽然是有红枫，看起来好像是和 Mate P 系列这个平起平坐了，但是它是没有这个 X 魅级的联名的，就它就是普通的一个影像系统，它是没有 X 魅级的包括像它的这个什么橙色啊，就是红色这个变焦环，然后 nova 这边呢就是蓝色的，然后像它这边专有的什么滤镜啊，然后 nova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然后 nova 就是普通的这些滤镜，这个只能说还是联名还是只有 Mate P 才有的，对吧？是等级森严了。然后它这次呢主场广3色齐全，加上了红枫，我们呢就直接给大家挂样张吧。我们从这张样张开始看，就是它加了红枫之后呢，确实这个色彩还原会比这个 Mate 更准一些，但是 Mate 有时候那个偏色还是偏的挺好看的。然后这里主要是夕阳下的场景，我觉得这个红枫的应用才是比较好的。这里呢就给大家挂个对比，就是从主摄，然后到一个3倍，然后到一个5倍，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区别了，对吧？就是 nova 这边它的这个红枫的加入呢，让它的暗部那个颜色不受这个夕阳的影响，它能够正常的还原出来。然后华为这边 Mate 60 Pro 它就会特别容易出现那种，然后阳光照上去，它泛红就泛红，它泛黄就泛黄，对吧？所以它这个色彩还原是不如 nova 来的那么准的。然后呢 nova 这次啊，它的这个主摄，我个人觉得肯定是相对于 Mate 60 Pro 来说，不能叫提升吧，只能说它的这个主摄提升是比较大的，是比 Mate 60 Pro 的这个766个人用起来是要更好的，因为它的这个拍照界面已经给你加上了这个2倍了，对吧？然后60 Pro 这边呢，它就没有这个2倍，它就是普通的，对吧？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实拍，我这里呢也就拿60 Pro 来对比啊，大家看一下。同样是主摄，然后拆建了2倍之后，它的这个字体的显示清晰度还有锐度都会比60 Pro 这种算法算出来的要更真实、更还原一些啊。所以个人猜测，它的这个主摄肯定是有提升的。无论是进光量、传感器我也没查，我是觉得进光量肯定是有提升。这张拍这个猫也是，就60 Pro 这边它很明显的那种油画感、涂抹感，然后 nova 14 Pro 这边它居然能够拍得这么清晰啊。所以它的这个主摄呢，还是有东西的，这个还是有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长焦吧，然后这一个3倍，然后最后到10倍，然后这里呢也是60 Pro 的一个对比。主要呢就是它这次的这个长焦啊，很明显能够感受出来，就是它已经在很努力的给你去算清楚了，但是真的受限于它的这个硬件啊，真的不咋样，就是特别在这种望远的场景里面，它这个涂抹感会比60 Pro 来的更严重。我这里呢也一样嘛，就给大家挂一个从主摄然后到3倍，然后最后到10倍的一个对比，大家看一下主摄，然后3倍就可以看出差距了，对吧？它带了红枫之后，这个色彩还原确实会更准。然后最后到10倍的望远，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差距了。虽然说就是60 Pro 这边它可能硬件会更强一点，但是算法还是14 Pro 会更强。然后最后体现在清晰度上呢，就是感觉 nova 14 Pro 它拍的会更清晰一些，但是实际当你放大看了之后，大家看吧，我这里也是60 Pro 同样的，就你放大去看它的这个样张，你会发现还是 Mate 这边它还要更清晰一点。对吧？这边开始涂抹了，然后60 Pro 还能够看清楚，所以只能说它的算法肯定是比60 Pro 更好。然后它已经在很努力的算了，但是受限于它的硬件，它还是会和
正统的 Mate 或者说 Pure 系列还是会有差距。然后这张望远也是啊，大家看，它感觉是要更清晰一点，但是放大看的话，素质还是不如这个60 Pro， 因为我觉得60 Pro 的望远已经比较差劲了，然后这个14 Pro 还是和它还是要弄弱那么一点点。然后这支 nova 14 Pro 呢，它的这个长焦啊，肯定望远就没那么强嘛，它最大只有一个30倍的变焦，然后它的这个前置呢，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有了一个2倍的这个长焦啊，那可能对小姐姐来说，她拍一下化妆什么的都有用啊，但是对于我这种直男来说，是不会用这个功能的。然后前置呢，它的这个视野范围是没有 Mate 这边广的，我把它这个环境闪光灯关一下，你看它这个视野明显就没有 Mate 这边广了，可能是它的这个前置摄像头传感器不一样吧。好处呢就是它这个长焦肯定是 Mate 这边没有了，这个也算独占的一个小功能吧。然后这次录像我就提一嘴吧，就是它这个录像其实提升也蛮大的，我们直接调到后置，同样都是这个 1080p 60帧，然后你看这个颜色 ，Mate 这边已经开始出现白色了，现在是闪光灯都关闭了，我这边把它关一下，你看。这边nova它明显这个色彩还原就要更准一些，然后 Mate 这边就偏白，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可以感受出来吗？视频里面就是 Mate 这边它一直都在掉帧，然后nova这边就会稳很多，你看这个对焦速度，对吧？所以这个nova它这次这个录像提升还是蛮大的，这个录像稳定性还有抽帧，这个nova表现都会更好。这期视频聊的比较杂。然后我们最后呢，就对这个 nova 14 Pro 进行一个总结吧。就是如果你的预算只有3000块或者3000往上，而且你或者你的家人只考虑买华为的手机，那你买一个 nova 14 Pro， 说实话，确实是你在这个价位段买到华为手机当中，比如说前代的什么13 Pro 啊，或者说你去买一个Pure 70那它确实。它的整体的这个流畅度啊、拍照啊，或者说它整体的续航，我觉得相对于之前的华为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你确实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华为系的体验啊。但是如果你不仅仅局限于华为，你3000块已经能够买到8至尊，买到9400，买到大续航、大电池、好续航以及比较好拍照的这个手机了那还是不要再考虑华为了。就是如果你真的只考虑华为的话，它确实会比你买这些二手的老旗舰有更好的体验，但是你的那个体验仅仅只是在说华为里面有比较好的体验，你相对于这个价位的其他牌子的手机，特别是那种性能像拍照像的手机，它的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所以还是再考虑考虑吧。我觉得再发育一下它的这个下一代，肯定会比目前的这些体验都会更好一些，所以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 nova 14 Pro 体验一下就 OK 了，这个用了体验还是和主流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差距。这期视频聊的比较多然后如果你想看这个60 Pro 对比 nova 14 Pro 的一个详细体验的话，就给我一个1键3连，我看到点赞数到了，我会给大家拍比较详细的一个对比的。那么这里是 EPIC 贵然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